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燕青。北京最近画风突变，天安门广场不再是游客拍照、老大爷遛鸟的地方，而是瞬间变成装甲车 T 台秀。共军93阅兵还没有正式开始，彩排就已经炸锅了。坦克上街，全程维稳，北京直接上演军事版时装周。吃瓜群众还抢拍到一款新款中型战车，全身插满天线，挂满防御系统，远看像科幻坦克，近看更像刚做完医美的土豪，硬要360度秀肌肉，结果网络瞬间热议。这是展示实力，还是给最高统帅壮胆的心理按摩？中共把这场阅兵包装成抗战胜利80周年大典，但最讽刺的是，真正浴血抗战的是蒋介石带领下的国民党军队，早被他们从课本里消失了。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那帮人，8年时间喊口号、抢地盘，比打鬼子还卖力。就连红二代刘亚洲自己都曾爆料，他父亲和6个同乡，抗日7年一个没少，一进国共内战6个全死光。这就是最扎心的真相，假抗日真内战。好了，我们再回到现场，北京天安门现在活生生成了一场装甲大秀。共军进行93阅兵的第2次预演，结果战车、鱼雷、无人机通通亮相，就差没拉条红毯。这辆被偷拍的战车搭载着4面阵列的雷达、对空防御武器和2组4连装的主动防御系统。还有人说它有衍生款，说白了，中共就是被俄乌战场吓怕了，生怕自己家的坦克哪天变成别人无人机的靶子。军事专家倒是一本正经分析，战车上印着 LZ 编号，看似陆战，但别太当真，因为阅兵时的编号就像演员的戏服，今天你是英雄，明天就能回仓库吃灰。这款号称能淘汰掉上世纪的59式改，也就意味着共军终于准备把老掉牙的苏联古董送进博物馆，不再当现役主力了。可问题来了，这次彩排不止坦克单挑，还有新式鱼雷和无人装备曝光，动员了足4万人，规模堪比大型广场舞晚会。官方口径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但北京居民心里都懂，阅兵不是给国际看肌肉，而是给领袖做心理按摩，让某位最高统帅在整齐划一的方阵中找回点安全感。也就是说，阅兵是心理战，不是军事战。从表面看，这些新战车、无人机、雷达、天线，满满的科技感，好像中共军力一日千里。可仔细想，这场秀更像是武装版时装周，军队走台步，武器当模特，领袖坐在观众席享受专属的精神胜利。而即将走新闻发布秀的主角是2位共军大咖，吴泽科少将和徐贵中少将。他俩一个是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，一个是中部战区阅兵指挥机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政治工作部副主任。这2人的位置听起来有点像阅兵专案的制片人和阅兵场上的公关监制。这场记者会的主题也很简单，估计就是告诉大家阅兵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方阵排练不再走错，战车也基本不会拐到长安街的麦当劳门口了。届时媒体记者可以问问题，但答案大概率会是准备工作非常顺利，展现了强军风采和表达爱国情怀。阅兵嘛，怎么能少了几个老朋友来撑场？媒体流传的阅兵嘉宾的八卦名单有东南亚团队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、马来西亚首相安华、越南主席梁强确定要来刷脸，柬埔寨、老挝、缅甸领导人先去天津上合峰会，有可能转场北京，但是他们来是来，都属于礼仪性到场，可不是来跟美国翻脸的。韩国的李在明还是要站队美国，估计不会来。再看欧亚朋友圈，普京继续当铁粉撑场面。斯洛伐克总理费佐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会到场，气氛组稳定发挥。
但大家也就是来刷个存在感，来凑个场子，不是来给中共当伴郎的。而且这次阅兵，北京不只是排练方阵，还排练了一场全民维稳真人秀。阅兵前的北京就好像一座被维稳托管的城市，民众坐个地铁被查身份会查到让你怀疑人生。天桥的新职业守桥员密度堪比共享单车，2环到4环的天桥全是人影，手里还举着防爆盾，真是桥下堵车，桥上堵人。当然了，大街小巷上仍是洪秀章的地盘，朝阳群众、海淀群众这些退休大军，退而不休还能再战天安门，全程搞得像临战状态。这到底是要阅兵，还是要阅北京？北京在内部打成一锅粥的情况下，还要如此大动干戈，恐怕背后还有另一场剧情。想靠阅兵顺便开一场历史公关大会。阅兵不只是走方阵，还要走话语权的秀场。中共这次挂的牌子是抗日胜利80周年，听起来很庄重，但草台班子的实际战斗值就不能摆在台面上了。对内的战斗目标是抢龙椅大赛和军中一哥之争，对外目标一个是对日本刷刷存在感，2是向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早亡了，现在只剩中华人民共和国了。很多台湾学者很是气愤，这就好比你还活蹦乱跳，但有人硬要在朋友圈发讣告，逼大家相信你亡了。更不要脸的是，中共早就把历史课本变成武器，把抗日主角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，堪比 AI 换脸。在8年抗战中，真打仗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，高级将领阵亡206人。中共阵亡的高级将领只有1人，名叫左权。红军大多在延安打游击呢。主要的战绩就是抗日口号喊得比较响。中共和他的军队坐山观虎斗，养精蓄锐了8年，国民党被打空了。这个时候，共产党下山去摘胜利的桃子去了。内战才是中共真刀真枪人海战术的巅峰秀。历史资料和数据都在那儿摆着，中共想掩盖也盖不住了。所以中共只好搬出舆论战。开罗宣言虽然那时中共还没见证，但可以硬说是自己继承的。旧金山合约虽然中共没签过，但可以假装有份。这次中共想靠阅兵恐吓台湾归我，国际的观感恐怕大秀要变笑话。北京的企图心越大，国际上越觉得好笑。你要把抗日史改成你主演，但档案馆里翻出来的片段全是别人在打，你只在旁边举标语，标语呢还是支持国民军还是日本皇军都不好说。真正的历史不能删档，就算中共阅兵排练再多次，该写在历史上的还是写在历史上了。北京93大阅兵曾引发网络上的咆哮，侮辱良知，嘲弄历史。X 账号的襄阳曾发文表示，习近平将率领中共高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检阅这支曾在国共内战中打败抗日的国军，在8964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军队，根本是检阅一群匪徒的无耻行为。这场阅兵非但没有彰显抗日精神，反而是对历史记忆的侮辱和对良知的嘲弄。批评这种荒诞剧应该早日结束。观众朋友，您相信中共是假抗日真卖国吗？不说国民党将领，连大名鼎鼎的红二代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将军都有真材实料，佐证共军真的是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。刘将军的最大贡献恐怕不是军功，而是一场脱口秀。2005年，他在空军昆明基地讲课，题目叫《信念与道德》，结果一个家族小故事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把中共的抗日真相给戳穿了。刘亚洲的爸爸1939年和6个老乡一起参加了共军，照理说是去打日本，但从1939年到1945年，同乡的7个小伙伴一个也没少，全员安全下庄。反而等日本投降进入国共内战，才1场战役就死掉6个，只剩下刘爸爸还活着了。
这里面还有个细节，奶奶给做的一双布鞋，刘爸爸背了10年，抗日7年没穿过，直到打国军的最后关头才派上用场，结果发现2只鞋都是左脚。这倒不是刘爸爸不舍得穿，背了10年，而是在打日本的7年里没有机会上场杀敌，用不上。这就是中共抗日的缩影。崭新的鞋子先留着，专门用来打中国人的时候再穿，真是留给了自己人。没想到刘亚洲讲故事还有配套资料，一个不小心就成了最强证据。8年抗战，中共是外行，打内战他们是内行，可见说中共打着抗日旗号，招兵买马，游而不击，不打日本，专抢地盘，这些事都是真的。刘亚洲也感慨，都是和爸爸一样质朴的农民，为了今天倒下了。那么今天换来的是什么？抗日英雄死在中共枪口下，无数农民充当炮灰，换来了红色权贵的江山和红二代的既得利益阶层。下面的内容还是刘亚洲讲的，一个连指导员死在中越战场上，他老婆只拿到了5分钱。刘亚洲也觉得心酸，有些战士家里很穷，他们的遗书里面说，如果我要死了，请公社给我加1头牛。还有一个人讲，如果我死了，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，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。这些东西看了以后，刘亚洲也觉得是真让人难受，然而他又觉得官兵们的精神像泰山一样伟大。最后呢，我们再重温毛泽东对日本皇军导演的感恩的心。毛泽东不仅没对日本皇军磨刀霍霍，反而数次公开表达感谢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有毛泽东的话为证，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，后来才统一认识，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，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。国内有国，蒋日我三国志。毛泽东其他的感恩桥段还有1956年，毛泽东与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握手寒暄，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啊，要不是你们打了这一仗，这盘散沙怎么会团结起来？所以我们得感谢你们。1960年，在接待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茶会上，毛泽东说，侵略不好，但帮了我们大忙啊，要不是你们占了半个中国，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。1961年是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专场，毛对他说，没有你们占大半个中国，我们现在还在山上，不能到北京来看京剧呢。如果要感谢的话，我宁愿感谢日本国军。1964年，亚洲经济会议成了感恩升级版，毛泽东分析感恩了日本郝老师的2大利好，削弱了蒋介石，壮大了共产党。同年，毛泽东再次接见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，没有日本皇军就没有共产党夺权，25000军队打8年变120万有1亿人口的地盘，你们说要不要感谢？1970年，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，老毛感慨万分，那些日本人实在好，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。1972年中日建交前夜，那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专场。田中角荣说，对不起，侵略了你们。毛泽东说，对不起，不是有功，没有你们，我们怎么打败蒋介石，怎么夺权，我们如何感谢你们，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。毛泽东开创了感恩侵略学，把日本皇军当贵人，当亲人。那么要比毛泽东还毛泽东的习近平，93大阅兵的目的和真相又是什么呢？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